那马车是秦家公子家的。哎呀，这是光宗耀祖啊，光耀门楣啊，是不是？这宋锦命可真好，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，却能嫁给秦公子这般风光激越的人物。她嫁进秦家不到2年，秦公子就高中状元，之后更是得到皇上赏识，步步高升。你刚说的是谁？哪来的臭几个滚啊！秦公子和宋锦真不愧是出了名的恩爱夫妻。这宋锦多年无所属，秦公子不纳妾不休妻，可不是羡煞旁人。夫君真是好演技呢。宋锦，我们都是宋家的女儿，为什么你家的状元郎，而我却只能嫁给秦池那个病秧子？早早守寡，被人骗光钱财，沦为安娼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这人怎么这么眼熟？为什么要杀我？凭什么嫁给他？杀人了！凭什么嫁给他？秦夫人，怎么回事？我没死。秦池，他不是7年前就死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是秦家，我这是重生到了刚嫁进秦家的时候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同秦池？他可是我未来的夫君，你未来的妹夫啊！妹妹，妹妹，姐姐先垫垫肚子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宋锦啊，这辈子就你嫁给秦池那个病秧子。所以宋秀也重生了。看来他对前世的婚姻不满，才想出这种昏招来。宋家大姑娘，你已经和秦池睡在了一处，这婚约就只能换一换了。就让二姑娘宋秀嫁与我家明松吧。前世秦家2兄弟皆住在书院，明日才归家，会出现这番变故，难道是宋秀谋划的？伯母，嫁与秦池我没意见，请您先出去，我有事同庶妹说。看来宋秀说的不错，这宋锦果然患有生不出孩子的毛病，不然怎么会答应的如此突然？姐姐，你真的答应嫁给秦池？宋锦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宋家遭人陷害，满门被抓，我们姐妹2人活下来实在不容易，你却还想着陷害我，我打你1巴掌并不为过。可我不过就是想为自己争一个好夫君，我有什么错？秦池不过就是个病秧子，过不了多久就要死了，我不想当寡妇。我们都是宋家的女儿，凭什么你嫁给秦明松？凭什么嫁给他？难道前世杀我的真的是宋秀？不会的，我与秀儿从小亲密无间，她怎么会对我下杀手？姐姐，你和爹都最疼我了，从小到大什么好东西都会先给我，那这婚事你也让让我吗？事已至此，你就去嫁给你想要的良配吧。日后我们姐妹2人深情不负，还望你能得偿所愿。出去吧。多谢姐姐成全，日后姐姐若遇到什么困难，尽管来找我便是。这一世换我当高官夫人，过锦衣玉食的日子了。你只瞧见他当大官，不修糟糠妻，
却不知他早就在外收养了外室，而我只是为他用来赚取好名声的工具罢了。你何时醒的？不早，刚好听见你们两姐妹因为一桩婚事反目成仇，这出戏有意思的紧了。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好像笃定可以嫁进我们秦家。我们是药商宋家的女儿。宋家卖给西北军的药材以次充好，闹出人命，本官奉命来此抄家问罪。搜查仔细了。爹，大侠律法，祸不及外家人。你们记住了，你们早已被许给了秦家的2位公子。秦老哥，这2个女儿便托付给你了。宋老爷使不得呀，这些年秦家多亏有你帮衬着，这恩情老汉我记得。走吧。家父蒙冤遭难，幸而秦伯感念家父往日照拂之情，愿意将我姐妹2人嫁入秦家，分别嫁给你和你堂兄。你倒是大度，你妹妹害你失去了清白的名声，还害你失去了一桩好的婚事，你竟然如此大方，就让给了她。亲事是好是坏，要嫁过才知道，就好比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你现在这般讲，等你见过我那堂兄，怕是得后悔。他一表人才，温文尔雅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进士及第也不在话下。而我父母早亡，疾病缠身，莫要说功名利禄了，就算活下去都成问题。人不要在乎生命的长短，我观你虽负病体，却是个通透人。当然主要是你去世的早，当个寡妇更方便我行事。没想到你一介闺阁女子竟能说出这般话。既如此，那我们这婚事就定下了。支少爷，老爷请你们去堂屋说话。混账东西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秦伯父，你耳聪目明，既叫了我们来，想必事情的是非曲直你也都知道了。此事千错万错，但秦池是一丁点错也没有的。事已至此，还不如顺其自然，皆大欢喜。小锦啊，是秦家对不住你啊。伯父不必如此，姻缘天定，这或许就是缘分吧。秦伯父，姐姐既是愿意了，那这婚事算是成了。算计清酒的白眼狼，倒还真是和我那堂兄般配，都不是个东西。大伯，你若真觉得心中有愧，想要补偿宋锦，可以与他小家自主。前世秦家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，大事没有，鸡毛蒜皮的小事一箩筐。若真能小家自主，倒能轻松些。小家自主，自然是没问题。老头子，我们还没有分家，他怎么能小家自主？这不合规矩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做出的糊涂事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干涉？如此，便多谢伯父了。我还一事想求伯父成全，可否与伯父单独说话？出去吧。大伯母，您都得偿所愿了，怎么还不高兴？你得意什么？真以为自己娶到宝了？不过是个不下蛋的母鸡。宋秀，你之前答应我的，我帮你成了秦池和宋锦的婚事，你们带来的嫁妆全都归到宫中。现在就去把嫁妆拿过来吧。伯父在府衙中可有信得过的人？可否为我与秦池写一封婚书？婚书？我们这乡下倒是不讲究这些。的确，前世我与秦明松亦无婚书，我想与他和离，却因拿不出婚书，连嫁妆都无法要回，只能被他拿捏着。有了婚书，我这外嫁女的身份才算过了明路，且婚书日期须得往前做上几日，做到家父获罪前。好，还是小锦想得周到。伯父，家中可有纸笔？我想写一封信，麻烦您帮我悄悄送去城中，送给季方药铺的掌柜。季方药铺也是宋家的产业？是我的产业。哦，你的产业。
难怪你爹总与我夸赞你，你是个有主意的。可惜了，是我儿没这个福气娶你。伯父谬赞了。上一世，我刚查到一点线索，便被人刺死了。重活一世，我定要为爹爹翻案。对了，包裹里有本宋氏药典和父亲的密信，须得妥善处置。怎么会没有呢？我记得明明就放在这里啊！找东西啊！我刚才看见你那叔妹进来过，走的时候手里拿着个包袱。她去哪儿了？她一心想嫁给我堂兄，自然是迫不及待的进他屋里了。多谢。这是什么破东西啊！父亲可真是偏心，这明明就是防着我，这盒子的夹层只有宋锦才能打开。姐姐你怎么来了？宋锦你又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小偷，东西还来！什么叫偷啊？父亲给的嫁妆也有我的一份，只是一份嫁妆吗？姐姐，你嫁的是个病秧子，嫁妆有多少别人并不在意，可我不一样。秦明松可是秀才，以后要当大官的，我若是嫁妆少了，别人定会耻笑。偷来又如何？你打得开吗？看在你过不了2月就要当寡妇的份上，我让你再得意得意。5000两，上一世宋锦可没给我这么多，我就知道他嘴上说着对我好，全都是假的。这钱我本来是要留着为父亲平反的，但看你如今满心情爱，心里早没了父亲和宋家吧？我不是你想要的，我都成全你，还望你日后能对你亲手谋得的这桩好亲事，永不后悔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这门亲事我真的换错了？肯定不可能的，上辈子秦明松可是顺利当上大官，我肯定不会选错，我肯定不会选错。阿锦我儿，宋家遭此大难，皆因京中权贵贪图我宋氏药典，此乃宋家3代性命所系，断不可落入外手，而有过目不忘之能。为父便将药典托付于你，切忌烧尽。为父终是无能，不能护儿平安，我儿千万小心。世间险恶，莫轻信于人。锦簪是为父亲手为你打造，可惜为父无法亲眼看你万发trở魂。药典的内容，前世我早已烂熟于心，可惜至死都被困于内宅，毫无施展之力。你这是？大伯说，你我婚事虽不方便大操大办，但成亲总该有成亲的样子。娶我，委屈你了。大伯母嫌我是个拖油瓶，本也不会对我的婚事上心。不过我很庆幸，至少是你，而非你那蠢出天的庶妹。看来我这小妻子秘密不少呢。你托大伯办的婚书，一纸婚书罢了，值得你这般小心对待？值得。待日后成了寡妇，我可得靠这纸婚书带走嫁妆呢。他这般重视婚书，应是满意这门亲事。看来是真的看中了我这个人，而不是赶鸭子上架才嫁给我。
如此看来，这秦池生的可比秦明松好看多了，可惜是个短命。饮合金酒吧。慢一点儿，果然是个病样子啊，喝交杯酒都能呛着。相公，你何时回书院？我请了长假，想去书院找夫子销假即可。我能跟你一起去吗？正好可以照顾你。我想在书院附近租个小院儿。看不出来，他竟是这么粘人的性子。得离开秦家去城里住，如此才能行事方便。这不妥吧？没有什么不妥的，相公的衣食住行、一日三餐都需要人照顾。这个理由是无不妥，但是我害怕家中长辈不同意。若你非去不可，就由我去同爹娘说一下。有劳相公了。能贴身照顾我，竟值得他这么高兴。前世父亲流放时离奇失踪，今生我提前送信，让人悄悄跟随，但愿能阻止此事发生吧。那个，我堂兄明日会回家。哦，看来他是真不在意没能嫁给秦明松。天色不早了，夫君也早些休息吧。哦，我看完这页就睡觉。前世秦明松为那外室守身如玉，不愿碰我，竟叫我忘了正常的新婚夜应该发生什么。娘子，嫁都嫁了，没什么好交情的。妾身服侍夫君就寝。哎呀，明松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呀，秦明松怎么回来了？怎么跟前世不一样？难道他也重生了？明松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明日才回来吗？听童庄说，家中奴仆去了书院，急匆匆的把秦氏带回家了。我怕家中出了什么事，便连夜赶回来了。家中无事。爹，你赶夜路辛苦了，早些回房休息吧。是。堂弟已经成亲了。哟，堂哥回来了。见过堂哥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明明没见过他，却有一种熟悉感？堂哥回来的正好，还能喝一杯我与宋锦的喜酒。怎么这么突然就成亲了？连酒席都未办。是啊，不巧赶在堂兄前面了。不过应该也马上能喝上堂兄的喜酒了。我的喜酒？为父为你定下了一门亲事，正好趁着你月休，将婚事办了办。宋兄，快过来！这一世换我当高官夫人。这便是我儿明松，你的夫君。神境都已经住进秦家了，事出紧急，日后再与你细说。见过秦大哥，我叫宋秀。
爹，这门亲事我不能答应。前世秦明松可没有剧情，他不会真的重生了吧？为什么？上一世他可没拒绝宋锦。杀人了！这女人疯了吧？别看了，杀人了！快跑！难道前世杀我真是宋秀？就因为结恨我嫁给了秦明松，和我们是亲姐妹，上辈子直到他与人私奔前，我都一直护着他的，怎么还跟个小孩似的？姐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不舒服吗？要不我先扶你回房。我没事，我不希望是你，但如果真的是你，你我之间只能是仇人。秦大哥，是我不够好吗？胡闹！婚姻乃父母之命，岂由你儿戏呀？秦伯父，秦大哥不答应也没事，你千万不要怪罪他，是我不配。哎呀，只要秦明松追出来跟我道歉，我就不信，以我在青楼学到的手段，会拿不下他。哎，明松，女孩子脸皮薄，万一要是想不开，你快去追呀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明松啊，好好待你媳妇儿。你看池儿他们夫妻俩感情多好。是吗？明明上一世他对我冷淡极了，成亲第2天就去了书院，别说圆房了，到他死我都没和他见过几次。是啊，会真是让人羡慕的很。你现在和这逼样子感情越好，等他死了你就会越痛苦，还会背上克夫的名声。好姐姐，我前世受的苦，你也该好好尝一尝。姐姐，你给我准备了什么天妆？你倒是脸皮厚啊，还好意思跟我要天妆？大家都看着呢，你要是不给我，可要落个对秦妹妹不好的名声。天妆是吧？好，我给你，不过就怕你接不住。妹妹，这枚簪子记得吗？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个？竟真是他！我呵护了一辈子的妹妹，居然对我痛下杀手。宋锦不可能重生的，上辈子他7年无所出，秦明松都不肯休妻，感情可想而知有多好，他怎么可能答应换妻？何况秦明松前世还当了大官。姐姐，你要是不想给我添妆也就算了，你别推我。你当众欺负亲妹妹，你这个女人还真是歹毒。看来我这妹妹还真是有几分手段，这就哄得你维护她。说说吧，她跟你说我什么了？你当众欺负自己的妹妹，还有理了？宋秀，我欺负你了吗？没有。你如今已经嫁给我了，不用怕她。宋锦，你根本不配进我们秦家。秦池，把这个女人休了，别让她败坏我们秦家的门楣。堂兄，我们秦家只是泥腿子，可不是高门大户，可不兴休妻这一说。堂兄空口白牙，就想要给我扣个败坏门楣的帽子吗？我宋家虽不在了，也由不得你这么羞辱。逆子，你胡说什么？还不赶紧给小锦赔罪！我都已经听你妹妹说了，你刚嫁进秦家就勾引秦池，逼着你亲妹妹给你换亲，
苛责亲妹不敬长辈，幸好我没娶你这种女人。原本应该嫁给你的是姐姐的。你说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姐姐她平日里素来喜好病弱男子，所以她一到欺负就看上了秦池，于是她给秦池下药，还上了他的床，被我抓过，要威胁我还钱。世界上如此不知廉耻的荡妇！宋秀，你如此颠倒黑白，造谣污蔑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就这么想我死吗？从小到大，爹对你最好了，连家人都给你最好的，明明是你跟爹不想让我好过。住口！秦池，你快拉开你媳妇儿！没想到他竟也会有如此不文雅的一面，但好可爱。堂兄，你打得我胸口好痛。宋秀，你真的该死！上一世你杀我，好在我也捅了你一簪子，扯平了。这一世我要好好过，就不杀你脏我的手。但若你再敢招惹，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你生不如死。大伯，抱歉，刚刚一时没忍住，教训了一下不懂事的妹妹。随意动手，终归不对，以后莫要如此冲动。知道了。爹，你是这么维护宋姐这个贱人吗？她都当着你的面欺负亲妹了。不是的，姐姐，是我不好，我错了，你当我骂我也好，求你千万别告诉启明所，不然他一定会休了我的。休了你？不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。你俩要永远绑在一起，一辈子互相折磨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把你的嫁妆给我，我就不告诉他。那我就告诉秦明松。别，那我就剩4000两了。那你说话算话。当然。大伯，我想有些事情讲不清楚，是要闹出笑话的，在家闹一闹也罢了。若是闹到外面去，可就不好看了。小姐说的是。你说过不说的，那可不还我！我是没说，大伯说的。是你娘和你媳妇想要换亲，算计了小景和侄儿。小景为了妹妹和秦家的名声，才没有闹，选择忍下这口气。原来如此，恶毒满口谎话的人是你啊！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喜欢您了，我想嫁给你，但是我又怕你会喜欢姐姐。滚开吧你！这样的妻子，我要不起。爹，我要休妻。堂兄，看在我妹妹年纪小的份上，多包容她几分。我刚刚教训过她，她不会再犯了。堂兄要考功名，落个休妻的名声也不好听吧？我相信堂兄能管教好自己的娘子的。小姐说的对，这事就这么过去，所有人都不准外传，尤其是你。滚开！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嫁给秦明所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给你的聘礼，你我成亲仓促，没有正式的拜堂，总觉得委屈了你。徽墨、设宴、诸葛饰笔、诚心堂纸，娘子竟然都认得。自然，徽墨可是号称1两黄金1两墨，而设宴与端砚齐名，天下闻名。诸葛饰笔出自四宝堂，做工精细，可谓一笔难求。而这诚心堂纸更是宫廷御纸，这些卖出去，少说得值1000两。娘子当真是见多识广，但秦家的家底都不足1000两，夫君何来此等贵重之物啊？糟糕，得意忘形了。也是没想到娘子出身商户之家，却对文房四宝也如此了解。
我大伯有一门制墨的手艺，我从小跟着他也学了不少。这墨是我亲自进山挑选材料，亲手制作，只此一块。竟是夫君亲手做的？我家的墨皆是出自大伯之手，我瞧见这墨与我大伯做的没有差。娘子喜欢就好。那这笔纸和砚台呢？都是夫君亲手做的？这笔纸、砚台是因为我读书读得好，书院的先生欣赏我的才学，赠予我的。这么说来，夫君读书很好？自然。可我分明记得他读书并不出挑。上一世，秦明松在2个月后的科举中了举人，而他却榜上无名。他怎么盯着我不说话了？该不会不信吧？娘子是不信？算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怎么会呢？夫君这位先生真是有钱又慷慨啊！先生他人很好的。夫君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？别擦了，都成脏猫了。等等，我记得上一世秦池，他好像就是因为这次考试太过辛苦，就此一病不起，没多久便去世了。怎么了？我虽想当个寡妇，但自嫁给秦池后，他对我多有维护和照顾，难道我要眼睁睁看他去死吗？夫君，我从小跟着父亲学习医术，也算略通些岐黄之术，让我为你把个脉吧。不用，都是娘胎里带来的老毛病了。夫君信不过我？怎么会啊？那就劳烦娘子了。娘子小心，快躲开！这好端端的，烛台怎么倒了？那个，娘子啊，明日我打算去城里采买些东西，跟我一起去买吧。真的吗？我也可以一起去啊！前世等我找到机会回城里时，爹爹已在押解青青当然可以。这一世我提前做了准备，希望能有改变。明日进城的话得早起，娘子今日早点休息。娘子太聪明了，我须得更加小心才行。我与秦池虽已是夫妻，但说到底相处也才不过4日。他是对我很好，但事关宋家，我暂时还无法信任他。心思都写在脸上了，罢了，我主动点儿，别让他为难了。娘子，我要去一趟书院，你无妨，我自己去东街买些物事。那行，1个时辰之后，我们在东街口碰面。好。公子，让夫人独自行动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她有自己要做的事，咱们有事情要做。走，去书院。是。公子，您来了，小人让人给您沏茶。不必了，我待不久。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？好，查到了，宋家的罪名是药材造假，跟西北军需有关。西北军？我记得宋家每年的药材是定量的，供应不上军需吧？而且，为什么会是相隔千里的西北军？是啊，前几年咱们也曾想找宋家合作，但被拒绝了。后来得知宋家不轻易和不熟的人打交道，突然做起西北军的生意，确实有古怪。事发当晚就抄家，还连夜借押犯人进京，官府办事的效率何时这么高啊？只能说是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对了，宋家出事后，立刻就有些人大肆收购宋氏药材，小的也让人买了些备用，可是价格比市面上的翻了5倍呢。看来不信宋家药材造假的不只是咱们。公子，还发生了一件趣事。公子回秦家沟次日，有人寻上老货，让他暗中保护流放的宋家人，酬金5000两。
老霍见公子在秦家沟，就想发一笔横财，结果失败了。失败了？是啊，老霍说押解宋家人的队伍没有北上京师，反而连夜南下，到达屯溪后人就失踪了。是什么人找上老霍？济方药铺的金掌柜，查到她是宋大小姐母亲的陪嫁，因10几年前便嫁人自立门户，所以此番没有受牵连。这么说，是男子。林姨，小姐，小姐，听说宋家出事，可吓死我了。幸好收到您送来的平安信。先不说这些了，我让你帮忙联系的人，那人回信说宋老爷他们在屯溪失踪了。屯溪竟没有上京，而是南下，难怪上辈子花了好几年都没有找到一点线索。小姐，您在说什么？屯溪大码头每日来往船只繁多，要偷偷运走一批人，简直如溪水入海，无迹可寻。你说我还能找到父亲他们吗？肯定会的。虽不知这幕后之人是为了什么，但费力让老爷失踪，定是有所图，不会伤害老爷性命的。你说的对，林姨，帮我联系那人，我要亲自和他谈一谈。金掌柜，老霍约您去顺恩书铺详谈。好，我稍后就过去。小姐，我们这边刚想找他，他们派人来约我们见面，这会不会太巧了？是很巧，不过事关父亲，再巧也得去。小姐，您等我消息。我亲自去。请。你很沉得住气。阁下就是老霍？不是，老霍此时人在屯溪，我是他的东家，有事跟我谈也一样。老霍的东家？前世倒是不曾听说这老霍有位东家，此人声音又似刻意伪装，倒还有几分谨慎。夫人若是不相信我，又何必找我谈合作？说实话，夫人的委托牵涉甚广，我也并不一定要接。老霍没完成的任务，我可以做出，把钱退给你。阁下想必知道我的身份了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只要阁下的人能够帮我寻到家人的下落，我会将宋家在怀庆府的隐藏产业尽数赠与阁下。宋家竟还藏有底牌，怀庆府有4大怀药，宋家的隐形产业怕是笔巨额财富。你应该知道，人在屯溪失踪代表着什么，我可没法保证一定会把人寻回来。只要你能尽力去寻，以3年为限，就算寻不到，怀庆府一半的产业依旧归你们所有。我确保会有2个种植4大怀药的庄子。夫人还真是大手笔。我只是想让阁下知道，我为了寻家人，不惜下重本。只要阁下尽心尽力，钱财上，我绝不会亏待阁下。娘子还是太单纯了，真好骗，搞得我都要心慈手软了。好，我答应夫人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希望夫人能答应。阁下请讲。我要收购宋氏药业，为期3年。同时，我也会帮你调查出陷害宋家背后的凶手。你是家吗？那是自然，我从来不占女人的小便宜。这人倒是奇怪，我家出事后，市面上的药材水涨船高，更别说有我家炮制的药材，如今怕是价比黄金。好，我应下了。还要劳烦阁下把这份契书签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与我交易的是何方神圣。此人身形瞧着有些熟悉。这人也太过谨慎了。不过谨慎些也可靠，只是这眼睛……夫人，躺好了吗？
具体的交易，阁下的人拿着这份契书去和季方药铺去谈就好。我还有事，便先告辞了。公子，采购宋氏药材的事，就交给你去办吧。按世家，公子，这宋家出事后，他的世价已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宋家独有的药材，更已是价比黄金。以市价吗？我应下了。百密一疏啊，我还是小瞧了娘子啊。我看您是被美色迷晕了头。小小姐，谈得如何？对方答应了，会尽全力去寻找父亲的下落。另外，宋氏这3年的药材需优先供给他，以市价。以市价，这可是好事啊！每家各送20斤米面，就说是宋家提前给的年礼。宋家不在了，我还在，让他们安心侍弄草药。药材我会让人按时去收，价格是老规矩。小小姐辛苦了，这个年纪就要担起这么重的担子。我哪里辛苦？我如今嫁了人，许多事处理不便，都要麻烦林姨为我周全。娘，有人冒充咱们店铺的人骗了老药头，把他的豹皮伤都骗走了。让我知道那人是谁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你找人去怀药堂查查。这是我儿邢伦，邢伦，快来见过东家。东家，你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做事吧。还不快谢谢东家。多谢东家看重。来这边。我接了一个大单子，对方说会按市价洽谈和交易，以后皆由你来负责。我相信你的能力，季方药铺不会止于徽州府。东家，我一定会好好干，不会辜负您的看重的。我当然看重你，因为前世你便是我的左膀右臂，在经商方面天赋惊人。身上是旧衫，可见家世一般，长相普通，身高也寻常，也就气质还算过得去，但跟我比起来，也还是差远了。娘子，我事情办妥了，可以走了吗？虽然我也没想隐瞒我与季方药铺的关系，但我来季方药铺，并未同秦池明说，他为何会知道我在此？夫君怎知我在此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从街头的店铺一间一间寻过来的。一间间寻过来的？娘子不是来东街买东西吗？我事情结束的早，想着你怎么逛都是逛街，便一间间寻过来了。话倒是没错，但一般人会这么做吗？娘子不信？夫君真有耐心。就是这个男人娶了东家，瞧这弱不禁风，哪里配得上东家？娘子，我们走吧。等一下，掌柜的，我的药好了吗？啊，请稍等。您的药。娘子这是不舒服吗？为何要来药铺买药啊？只是一些补药，给夫君调理身子用的。给我的？嗯。娘，东家为什么防着那个男人？他们不是夫妻吗？主子的事儿少打听，除非你不想给主子做事。哦。娘子，我来。夫君身子弱，还是我来吧。早知会被娘子这般看轻，就不装病弱了。大
小姐，嫁到我们秦家就是秦家媳妇儿。宋锦，看我如此狼狈，你很得意吧？对呀、妹妹，好好享受你费尽心机抢来的好姻缘吧。伯母，我这妹妹娇养惯了，还需要您好好调教一下。算你懂事儿，走，走，走。夫君会不会觉得我很坏？娘子可否听过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？不管娘子是什么样的人，在我看来都是最好的。来，多吃点儿。爹，娘，我先回书院了，先走一步，你们慢用。哎，这么急吗？外面天都黑了。当然要着急回去，不然怎么跟心上人解释啊？相公不能多待几日吗？此番只请了3日假，恐怕晚回去了之后，赶不上明日的早课。大伯，我也先回去了。我也在县城租好了房子，娘子跟我一起去县城照顾我。哼，我不同意。宋秀，秦家何时轮到你来做主了？娘，宋秀没说错，你不准搬去城里。宋秀嫁妆有1000两，这丫头一定更多。在我把她手里的钱要过来之前，她哪儿都不许去。伯母为何不同意？秦池是去读书，大半时间在书院。你一个女人去城里干嘛？这吃喝不要钱的吗？怪你是个贱皮子，是不是想去城里招野男人？伯母，老子打死你这老货！家宅不宁，全是因为你！哎呀，娘子，老爷子很忌惮你。他不是忌惮我，是忌惮我背后可能存在的人。娘子背后有何人？我家人是不在了，父亲戚还是有几个的。你家是没了，但宋家3代的外嫁女可不少。老陶查到的消息说，娘子外祖家有人在京为官。相公，你去告诉大伯，秦家沟很适合种植丹参。种丹参？怎么种啊？去找季方药铺合作吧，他们会提供种子和种植方法。娘子与这季方药铺有何关系啊？夫君真不知道吗？难道他真不知？是我想多了。他寻到药铺，真是一间间找过去的。没事，大伯知道。这算什么？大伯的态度得到了他的认可，所以他愿意给一个甜枣。娘子到底是富贵出身，真是好一手御下的手段。大伯，刚刚娘子跟我说，咱们秦家沟很适合种丹参，他会让季方药铺给咱们提供种子和种植方法。啊，当真？还不赶紧把你娘带回去，让她闭门好好反省反省，这几日都不准出门。笑死老娘了！我这大伯还真是个市侩又识时务的人。脱衣服吧。娘子，你这也太直接了。想什么呢？我给你处理下伤口。小伤，不用麻烦娘子了。你是为了护着我才受的伤，我帮你处理是应该的。弄疼你了？没有。
你到底要给我看什么东西啊？搞这么神秘。夫君怎知我喜爱海棠？娘子既然喜欢海棠，想必很喜欢我布置的这间宅院吧？喜欢。夫君布置的这宅子真是处处都让我喜欢。看你这么开心，不枉我让老霍前进被查封的宋府，摸清你的喜好。娘子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想来不善家务。我雇了隔壁的黄婆子，每日来浆洗衣物和做饭。真难吃！你怎么连炖个汤都不会？真不知道爹为什么让我娶你。本来应该是我到城里来照顾你的，怎么反倒是我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了？娘子以前在宋家就是享福的，怎能因为嫁给我就要受苦？那岂不是显得我很没用？原来嫁给不同的人，日子会差这么多。若是上辈子我嫁的人就是他的话，娘子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？我在想，宋秀也算是做了件好事。夫君，谢谢你。黄婆子的老伴儿有架骡车，你以后要是想出门，可以去找她。好。不过夫君，这宅子很贵吧？夫君在秦家寄人篱下，刘氏不克扣你的月银就不错了。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呢？其实这个宅子看着挺好，但是位置偏僻，租金很便宜的。多少钱啊？一个月只要100文。100文？居然可以租到这么好的宅子啊！娘子若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见那个衙人。算了，他有事瞒我，我又何尝信他？纵使夫妻，也不能完全坦诚，总比前世好太多。夫君好厉害，100文就可以租到这么便宜又漂亮的宅子啊！其实我也是运气好，刚好这家主人要出远门，急着租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娘子快回去歇歇吧，待会儿尝尝为夫的厨艺啊。抱歉，娘子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，但是我的身份暂时还不能暴露。娘子，我很庆幸嫁给我的是你。我也是。明明嫁给你时，图的就是你短命，我能当寡妇。可如今，我却不忍再见你早逝。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脉象？时有时无，到底是何病症？这么俊秀的一张脸，怎么偏是个短命的病秧子？当真是天妒英才。前世我记得徽州府有位很厉害的景大夫，夫君，我一定想办法治好你，至少不会让你走得那么突然。
什么意思？娘子好像默认我很快会死。娘子实在敏锐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景大夫，可有什么药物能让我的脉象看起来虚弱一些？我娘子颇通医理，我怕被她发现我装病。药物伤身体，他给你把脉之时，你将此物加在腋下，方可扰乱脉象。多谢。刚到秦家时，好像就对所有人都很熟悉。足不出户的大小姐却能找上老货，还有，这一次一定是好我。为什么说这次？看来娘子身上的秘密似乎不少，我们还真是天生一对。宋家人的下落查得怎么样？老霍刚查到宋家人被运上一艘货船，就遭追杀，如今在屯溪的商行养伤。景大夫说要卧床半月。竟能重伤老霍，对方是何来路？一共6人，戴恶鬼面具，统一用环手刀。老霍说，那些人的套路和招数，像是大家族培养出来的死士。死士？能养得起死士的家族可不多啊。这是杨知府在宋家获罪前后的行踪和琐事。宋家出事当日，杨知府收到上京送来的家书。这杨知府是不是杨正凯的侄子？正是，杨阁老是他大伯。这宋家人被捕前收到上京家书，当晚就去宋家抓人，隔天衙门档案房起火，公文被烧，还真是遮掩都不遮掩了。杨阁老位高权重，为何会针对一个远离京师的徽商家族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想必这宋家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这样吧，派人去通知我娘子，让她来一趟吧。好。等等，这店里面忙，你走不开，我去吧。这店里哪里忙了？东家，新晒干的枇杷叶拿来了。炮制枇杷叶这种粗活，何必东家亲自动手？交给我来便是。不一样，我要用的是宋家独门的秘制法。那我出去帮东家守门。不必。我叫你来，本就是打算将方法教给你的。可这是宋家的独门秘方。你是我信任的人，我精力有限，寄方药铺还得多靠你。他说我是他信任的人，我会对得起东家的信任的。东家，你们，你是何人？夫人，我家主子在书案书铺等您。我这就过去。我家主子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的，竟敢用你那狗爪子碰我娘子，迟早断。行伦，你随我一起过去吧。哎，和寿安书铺的药材合作没谈妥是吧？是我没用，汽车上写的是市价，但是最近市价翻了数倍，他们在价格上拉扯，想用原市价买入。其实我也没真想以虚浮的现市价来卖，那就不是交好，而是结怨了。那这成交价格，你去跟他们说，两家先合作，
净利润5-5分。不过对外出售药材的事儿，让涉安的人来干。还能这样合作啊？市面上出现大批宋氏药材，必定会引起投行注意。此举可将麻烦丢给税安，让他们承担风险。虽分出1半净利润，但料齐了。东家，您太厉害了！我不过是有前人士的经验罢了。你有天赋，只是缺少经验，日后定会比我厉害。看来是我不够努力，娘子竟还有精力对别的男人笑得这么好看。宋娘子，最近杭州传来一条坏消息，你要不要听听？是什么？疑似载着宋家人的货船已进入了东海，远无踪迹。船上守卫森严，我的探子无法靠近，但他们从水里打捞上来一件血衣，样式、刺绣和风格是徽州府这边的。爹，宋家可有与上京杨家结仇？并无。但我父亲曾言，有贵人觊觎我家药典的事绝不能透露，觊觎我家的祖传手艺。如此说来，对方应该不会要你父亲的命。但我爹绝不会将祖传手艺拱手让人。那你还敢亲自炮制药材，显露你学了宋家的制药手艺？你就不怕他们从你父亲那里得不到东西，对你下手啊？原来你是想以身为饵，引蛇出洞，绝对不行！他的反应似乎太大。你为什么这么担心我？我这不是因为我们是合作关系吗？你如果死了，你承诺的那些隐藏财产，我找谁要去？奇怪，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很熟悉？差点忘了说了，我传讯去西北那边，派人调查宋家真正的罪名，一查便知。不过西北距离徽州太远，等消息传过来还需一些时日。我等得起。调查这些消息不易，劳烦费心了。东家，都谈好了。不错，回去吧。阴魂不散。公子，老陶，我记得你与你夫人成婚多年，感情甚好。你夫人伤心时，你一般会怎么安慰？哎，公子，你对那位宋娘子可是动了真心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我不会忘了自己应该做什么，但她是我娘子，我有能力护住她。嘿，那就给娘子花钱呗。娘子，夫君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自然是想娘子了。你怎么？娘子身上怎么香香甜甜的？在大街上呢，别闹。杏花楼的糕点，红蓝铺的胭脂，还有珍宝阁的发钗，还有一些画本和其他小玩意儿。娘子瞧瞧，可有喜欢的？怎么买这么多啊？因为啊，想给娘子花钱。
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那夫人愿意跟我说说，为何难过吗？我还以为我掩饰得很好呢。你夫君啊，不瞎。我刚刚……跟我说说好吗？看见娘子伤心，我心中也会难过。娘子啊，我们是夫妻，你可以试着依靠我。上一世，我被冷落忽视了整整7年，竟叫我几乎忘了被人关心是什么感觉。家中骤然发生这么大变化，娘子强撑着不露半分情状，即使心中也压抑了许多痛苦吧。我哭得很丑吧？怎么会？娘子在我心中怎么样都漂亮。那你现在可以给我讲讲为何如此难过了？我查到了一些消息，我父亲落入了恶人手中，受了许多苦，或许凶多吉少。不会的，岳父乐善好施，是徽州府闻名的大善人，我相信吉人自有天相。岳父的下落，我会尽全力去追查的，雁过留痕，我不信查不到。如果宋家没有遭难，我没有背负这么多东西，我们只是一对平凡的恩爱夫妻，该有多好。谢谢你，夫君。但有些事我要向你坦白。啊，你说。陷害宋家之人应是位高权重，但我绝不会放弃翻案，而翻案就定会引来诸多危险和麻烦。夫君若有顾虑，可以给我一纸休书，以免牵连到你和秦家。在娘子心中，我便是如此没担当之人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娘子啊，夫妻一体，无论有什么困难，我们共同面对。青池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。娘子，你愿意对我吐露心事，我真的很高兴。那夫君呢？可有何事瞒我？并非不信任娘子，但我的身份关系着太多人的性命，娘子恐怕也会被吓到。如此看来，夫君瞒着我的事很多啊。我确实瞒了娘子很多事，还对娘子撒了谎，实在该打。油嘴滑舌。娘子也知道，我父母早逝，幸而有大伯收留我。但是我大伯母她不喜欢我。小的时候，每当我表现得比堂哥优秀，她就会在背地里搓磨我。于是，我学会了藏风，装作课业不精，装作学不会大伯的制墨手艺，在家中努力降低存在感。但其实，我早在外经营了自己的产业，运气还不错，赚的还挺多。那夫君的病弱身子，是真的还是装的？我身子弱不弱，娘子还不知道吗？哎，娘子，春宵苦短，我们不要浪费此等良辰。
我看小小姐眼下青黑，精神不济，想是近日睡眠不好，便给小小姐抓了几副安神汤。多谢林姨，都怪秦池这冤家，一点也不知节制。今日我一定要和他分高下，绝对不会再对他心软。谁是主事？出来说话！这不是怀仁药堂的柴掌柜，来我们季芳药铺做什么？哼，自然是来找你们讨说法的。分明是怀仁先冒充我们药铺，骗走了老药头手中上百斤的包皮獐，我们还没腾出人手找你们算账，你们倒恶人先告状了。胡说八道！分明是你们抢了我们的药农，我坏了这行的规矩，必须赔偿我们的损失，不然别怪我让你们季芳在这行待不下去。柴掌柜好大的威风，真拿我们季芳当冤大头呢？到底什么情况？怀仁恶意压榨药农，逼得药农们都活不下去了。恰巧您帮秦家沟种植丹参缺人手，那些药农就投奔咱们来了。怀仁交不上药材，赔了一大笔钱，这是来敲诈咱们呢。跟他们废什么话？不给钱就给我打！是。谁敢？他们人多势众，只能赌一把。哪儿来的小娘们儿？柴掌柜，真当我们季芳药铺背后没人？今日你们敢砸，明日怀仁药堂就得摘牌。掌柜的，怎么办？还砸吗？怕什么？这小娘们儿一看就是虚张声势。季芳开了这么多年，还是这么个小铺子，背后能有什么靠山？柴掌柜这么自信，大可以试试。你敢威胁老子？那老子就先拿你这个小娘们儿试试啊！别的小白脸，学人家英雄救美啊！滚开！你想干什么？告诉你，再敢来季芳闹事，下次这刀就会扎在你脖子上。会是他？走，快走！娘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夫君来得及时。怎么了？好像崴到脚了。别人看着呢。我关心我娘子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好像肿了，得去看大夫。看到小小姐和她相公感情这么好，咱们也可以放心了。秦池，堂兄，我道堂弟最近在忙什么呢？原来是被外头的狐狸精给缠住了。这事儿，弟妹知道吗？我要知道什么？怎么是你？堂兄觉得应该是谁？还是说堂兄就非要给我夫君扣上个行为浪荡、心不愉悦就在外养外室的罪名？给你说这秦大公子怎么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什么？觉得你该是端庄古板，绝不会有如此小女儿娇羞的模样。奇怪，我为何会有这种感觉？说起来，堂兄瞧见夫君抱着女人，第一时间想到的竟是养外室，这算不算是见仁见智？
你骂谁是贱人？我娘子胆小，堂兄你莫要吓她。怪不得外面人说红颜祸水。你看看你现如今什么个样子，大庭广众之下和他搂搂抱抱，现在连学业也荒废了，连学堂也不去了，是吗？你一直没去过学堂？弟妹看来是不知道啊。难不成堂弟你的外面街屋藏娇了不成？娘子，你莫要听他的，我可以解释。弟妹，你身为正室，该有容人之量。若是堂弟在外面真养了外室，你也不应该如此擅妒。秦明松，你养了外室？凤姐，你身为正室，你该有容人之量，莫要如此擅妒，失了体面。娘子，秦明松，我娘子要是有个好歹，我绝不放了你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！大夫，你快帮我看看我娘子到底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就是被他给恶心到了。恭喜公子，尊夫人这是有喜了。有喜了？我要当爹了！我有孕了。上世我守了7年活寡，一为无所处，被刘氏针对嫌弃，我都忘了。若非所嫁非人，我本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。夫人这一胎刚满1月，胎象尚未稳固，我给夫人开几副安胎的药，切记多休息，莫要干重活。好的，大夫，还有什么注意事项？要不您给我写个详细的单子，我照着做。你怎么比我还紧张？你怀孕了？你怎么可能怀孕了？我娘子怎么就不能怀孕了？你明明就是在嫉妒我能娶到这么好的娘子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要回学院了，不同你们说。这一世，一切都不一样。你还没说，你这些日子没去学堂是去干什么了？不会真像秦明颂说的，在外养了外室吧？怎么会？我对娘子之心日月可见。我这些日子是去……要是让娘子知道我就是顺安书铺与她交易的蒙面人，娘子会不会觉得我一直在戏耍她？会不会很生气啊？我是去了顺安书铺，替我打听我父亲的下落了，对吧？娘子，你知道是我？刚开始我只是觉得你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后来你表现得太过紧张我的安危，让我觉得你应该认识我。直到刚才你英雄救美，看着你的背影，我终于确定应该是你。我竟不知我在娘子眼中有这么多破绽。娘子，我不是有意瞒你的，你不要生我的气好吗？我没有生你的气，我既已知道顺安并非普通商户，那身为顺安真正东家的夫君，你身份定然更不简单。我们成亲才1个月，你不敢对我完全坦白，这很正常。娘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聪明，这么善解人意啊？你猜得对，我确实并非秦家子。我的真实身份……哎，夫君，没关系，你可以不用告诉我，等到你觉得能说的时候，再坦诚相告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娘子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查找岳父的下落，找到替宋家翻案的证据。重活一世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或许父亲和宋家也能有个好结果。明日
我们回一趟秦家沟，亲自将这好消息告诉大伯母吧。告诉刘氏。当日换亲时，刘氏污言秽语，诋毁你无法生育。如今你有了身孕，当然要亲自告诉他。而他发现自己被宋秀给骗了，自然会好好收拾宋秀。我怎么不知道我相公这么记仇？谁让他们欺负我娘子？宋秀又得知我有了身孕，怕是又要闹剧。不过我也不怕他的，他若因此不痛苦，那也是他该受着的报应。去书铺跟老陶说一声，秦明松嘴太贱，给他点教训。是。你们什么人？你们干什么？这次回来是跟大伯父和大伯母报喜的，我娘子有孕了。怀孕？你怎么可能会怀孕啊？说什么话？我太激动了，一时说错了。看到你如今成家立业，我日后去地下也能有脸面见你爹娘了。怎么会？他上一世7年无所出，如果宋锦没问题，难道有问题的是秦明松？你们姐妹俩同时进门，那病秧子都让你姐怀上了，你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娘，是相公他一直没跟我圆房。什么？还没圆房？娘，看来秦明松还是和前世一样，未能万事守身如玉呢。前世这病秧子对我可没这么好，宋锦他凭什么？哼！宋锦，宋锦，姐夫，哦不，堂弟，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跟我姐姐想单独聊聊。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。怎么会没有呢？比如说，独属于我们俩的小秘密。夫君，你先回去吧。放心，在家里他不会，也不敢对我怎么样。有话快说。宋姐，你得意什么？秦池这个病秧子马上就快死了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个没爹的。本来你不来招惹，我也不想提那件事。非要自寻死路，那我也只能成全你。想知道秦池一个短命鬼，我为什么还要嫁给他吗？秦明松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碰过你？想明白为什么前世我一直没有孩子了吗？别走！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值得我骗的？所以秦明松真的不能忍到。这想法倒是也没错，也是。若非经历过，怎会想到他秦明松会为一个外室守身如玉？那我也没说。宋姐，你4月初9也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你可要提前做好准备，毕竟棺材也需要提前订。4月初9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他给我定的死期。你确定是你赢了？我有孩子可以依靠，有嫁妆可以傍身，而你守活寡，无所出，日日都要被恶婆婆搓磨。不会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这一次你会闹出什么事儿来？我很期待。娘，我之前不晓得，今天才知道，相公他不行。说什么东西，跟蚊子叫似的！大点声！娘，相公那方面不太好使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就是相公他那方面不行。哎呀，天杀的！我儿这么优秀，
怎么就得了这么个毛病？哎呀，老天爷呀！正常的不行，要是用药试试。我记得村子里有人给母猪配种会用。来人，去学院报个信，就说我有急事，让大少爷回来一趟。是。娘，你要去哪儿？你踏实在家等着，老秦家不能绝后。哟，腾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小心摔了一跤。这样摔的吧？这好像是被人打的吧？您还在找我，我先走了。得罪娘子，只揍你一顿，我也是太仁慈了，应该会有好戏看。是宋秀的声音，我出去看看。一起去吧。成了，太好了，我秦家有后了。如是，怎么回事？你在这儿做什么？阿杂之声，没捂了娘子耳朵。这种事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只是不知羞。这事与你们先前的谈话有关？应该是，看样子老太太也参与了。等等，你偷听我和宋秀说话？我不是故意要偷听你们谈话的，我只是担心宋秀和娘子单独相处。不过我确实听到了一些奇怪的话，不知娘子可否帮我解惑？宋秀好像很肯定我会早死啊。谁叫夫君要装病秧子呢？不过夫君，你可曾想过假死，摆脱如今这秦家子的假身份？想过，不过看来上一世他便是假死的，真是白害我担心那么久。不过按照我的计划，至少得1年后。不会是病死？如果也不是假死，那他上一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还听到了宋秀说到了时间，好像是4月初9。按他的意思来说，那是我的死期。娘子怎么看？我要如何与你说？我们姐妹俩都是重活一世之人，这话说出来，怕是要被人当成妖孽。他有些神神叨叨的，应该乱说的。原来娘子还未能完全信任我，仍然有事瞒着我呀。不过宁可信其有，你多注意些总是好的。不如那日我就陪你待在家中，定能逢凶化吉。虽然不知娘子隐瞒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，但只要娘子真心担心我，便够了。好，都听娘子的。那我要你长命百岁。我们一定长命百岁，白头偕老。相公，该就寝了。你在晚上的汤圆里加了什么？当然是让相公重振雄风的好东西啊！相公，你居然敢给我下药！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荡妇！不是我，是娘下的药。你还敢胡说啊！我没有胡说，是娘急着抱孙子，所以做了一桌下了药的菜，供你吃了。这些呀，都是娘做的，多吃点，多喝点。娘，辛苦了。我不相信，
要去问娘，我要去问娘。娘，儿啊，昨晚远方成功了吗？娘，这药真的是你下的？我也是为了你好，谁让你那方面不行？要不是宋秀告诉我，我们老秦家岂不要断后了？谁说我那方面不行？娘，宋秀说什么就是什么吗？你怎么不问问我？娘不问，不是护住你的面子吗？再说了，你媳妇儿说的话还能有假？休了你这个满口谎话的绞家精！不要凶我，我没有说谎，这都是我姐说的。她告诉我，嫁给你我会守活寡，我吓坏了，我才会去跟娘说的。宋姐说的。我对天发誓，真的是我姐说的。宋姐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她知道什么？那女人好像很了解我，又对我莫名的敌意。说来，宋秀也有很多古怪，这对姐妹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是我错怪你了，你姐姐还说什么了？同我细细说说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谢谢姐姐啊，多谢姐姐挑拨。如今相公不仅同我圆了房，而且还因为舍不得我，所以特地说服了爹娘，让我来城里陪他。你就住这样的地方啊？我相公可是给我另了间3进的大宅子。哦，就在对面。姐姐，你都不知道相公多威猛能干，差点让我下不来床。这种事你也能说出口？我好像忘了，姐姐上辈子相公一直让你守活寡，好像也没碰过你。也好，也省得我去膈应了。你这做派怎么倒像是风尘女子？你胡说什么？前世沦落风尘了，怪不得想杀我，原来是因为嫉妒。胡说！宋姐，你非要毁了我的幸福吗？如果你敢乱说，我一定杀了你！秦明松，既然你非要来恶心我，那我不给你找点麻烦，还真是对不起你。蠢货，你不知道你那能干的相公，早在朱雀西街养了个娇媚的外室吧？算算日子，应该已经怀孕，还是龙凤胎呢。提前告诉你就会败事。我不信，不可能。如果你不信的话，自己去问问啊。大夫都说满3个月胎相已经稳固了，宋郎你别太紧张了。这毕竟是我们第一个孩子，我当然要谨慎些了。宋郎说的好听，可还不是娶了别的女人？怎么，吃错了？那是爹强塞给我的，我根本不想娶她。真的吗？那你答应我，不准碰她。好，不碰她，她怎么比得上你呀？好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光天之下勾引我相公！相公救我！让谁相公贱皮子，撕你的嘴！相公救我！我看你！陈明松，竟然为了一个外室，竟然敢动手！这不是怡红院曾经的头牌翠微姑娘吗？1年前赎身，原来是给人当外室了呀！竟然是个万人骑的婊子！秦明松，你真是不挑啊！秦明松，秦兄，真是你啊！秦明松可是塔川书院那位秦大才子，我前些日还买过他的字画呢。原来风光霁月的秦大才子也会养花魁当外室啊！哎呀，就是，弄过了没有你？这个毫无度量的妒妇！我们秦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起开！我打死
这一世你们就该归了。你是打自己的媳妇儿，太不像话了！肚子好痛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崔薇，别怕，我带你去找大夫。走，你这个贱人！爹，宋秀这懦夫害死了崔薇的孩子，我要休了他。妾身卑贱，死不足惜。但我腹中怀的是松郎的孩子。哎呀，大夫说了，是双胎啊！你个万人骑的婊子，也配给相公生孩子？哎，你是个祸害，害死我孙儿！老娘当初就不该让你进门。你这个祸害！气死我了！为个风尘女子修其正气，堂兄名声都不要了，看来是准备放弃仕途了。哼！逆子！我辛苦挣钱给你，是让你在外头养青楼女子的吗？做出这等丑事，是快活没教好你。啊！不要，爹！我正义坏人，让你休妻，让你休妻！你别打了，爹爹！我知道错了，爹，我知道错了。能让娘子放心，也算你还有点用。大伯，堂兄应该也知道错了，您就别打了。哼！看在小姐的面子上，饶了你这一次。松郎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。大伯，既然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，这位姑娘也不好再养在外面了，不如纳进门来吧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宋姐，你就是故意的，见不得我好是不是？妹妹，这就是你不懂事了。你的相公最后是要做大官，3妻4妾很正常。你身为正室，要有容人之量，何况你自己就是妾生的庶女，你有何资格不让堂兄纳妾？你看看你姐姐多贤惠，不像你个搅家精。本来我儿要娶的就是你姐，都让你给搅和了。娘子，你如今有孕，不宜操劳，我扶你回去休息吧。宋姐，如今看到我这样，你很得意是吧？是，你看你，非要问，真回答了，你又不高兴。这可是你自己选的路，自己选的好相公，好好受着吧。至少秦明松会中进士，我会是官夫人，说不定还能封个诰呢。怎么也比秦池那个短命鬼强多了。你是我的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娘子，我一想到你差点就会嫁给堂兄那种烂人，我就一阵后怕，就好像那样的事真的发生过一样。前世倒也并未觉得多苦，因为对秦明松本就没有感情和期待，但如今让我重回那种生活，不会的，今生我嫁的人是你，有婚书为证，而且我们还有了孩子。对啊，
有些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，因为你已经嫁给我了。我真的很庆幸，你妹妹范纯换了2门亲事，让我娶到你。若没有换亲呢？你娶的是宋秀。娘子，你莫要说这么吓人的话。娘子，过几日的科考，我定会超过堂兄，让娘子面上有光。你不用理会宋秀说的话，我不在意你考得如何，我只要你平安，能一直陪在我和孩子身边就好。娘子似乎也相信我4月初9会出事，那你能不能……算了，娘子不说，一定有她的原因，问了只会让娘子为难，只要娘子是真心关心我便好。能不能什么？那你能不能亲我一下？亲我一下我就答应你。一个将死之人来参加什么府试啊？这不是白费功夫吗？反正考不上。哎，姐姐，我听说每年都有考生撑不过3日府试，死在考场上的。你说秦池那病秧子会不会？别来我跟前犯贱！娘子，娘子，我好想你啊！当真是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相公辛苦了，考得如何？相公，你为何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丧门星！我要你准备吃食，你害我拉了肚子，我被你害惨了。那考试，你看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只是闹肚子而已，应该不会影响成绩的。相公，相公！哎呀，我呀，还真是有点同情我堂兄，还是我娘子好，为我准备的东西齐全又贴心，谢谢娘子。前世我也为秦明松准备，不过他觉得理所当然。果然，爱要给值得的人。今日便是4月初9，一早眼皮便跳个不停，心里也慌慌的。难道重来一世，我还是不能阻止他的死亡？就像我没能改变父亲的失踪。娘子，走。娘子，怎么了？夫君，你今日就留在家中陪我，哪儿也别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我看你眼下乌青，是不是昨夜没睡好？一会儿再睡会儿吧。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睡，我睡了你就出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不睡不睡，你就好好盯着我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3更已到，铺盖牢睡。娘子，3更了，你该放心了吧？
辛苦娘子了。这是老后的信号。老后不是在培师养生？今天书铺刚刚收到老后的密信，说他发现了当年山的重要遗址。看来他只是找到人证，对方想杀人灭口。不行，我们必须抢在那些人之前找到他。是。没事吧？公子我没事，小伤。他有当年案子的关键证据。那些人要杀他灭口，公子您在他那边走，我引开他们从这边走。饶不要，要走一起走。在那儿。公子，青池，夫君，坚持。为什么？你明明答应过我的，为什么？难道我重活一世，我还是什么都阻止不了？娘子，抱歉，未能遵守与你的约定。事出突然，我不得不去，但我保证定会平安回来。骗子，你拿什么保证？上一世你就没能活着回来。秦池回来了。秦池那短命鬼是不是死了呀？姐姐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可能这就是人的命吧。毕竟阎王让人3更死，谁敢留人到5更呢？住口！我夫君好得很，没死，不可能啊！4月初9，我不可能记错他。这里不欢迎你。哎，不对啊！如果他没死，那你哭什么？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，但是人死了嘛，就是死了，你得去和公爹和其他亲眷报丧。我说他没死，他就是没死，给我滚出去！没死？你说没死就没死，那你让他出来呀，或者我进去看看也行。宋瑾，我劝你认命吧，你就是天生的孤寡命，刑克6亲，所以你娘生下你就死了，现在爹也被你害得生死不平，吃一堑长一智。一会儿还会被你打到吗？宋瑾，又打我！我只恨我打你打的少，让你长成这般恶毒自私的模样。听说我相公高中，宋瑾，等我当上官夫人，我让你日日给我下跪行礼。哼！2位大哥是来给我相公报喜的。夫人的相公可是秦公子？是啊。恭喜夫人，秦公子他中了头榜头名。头榜头名？头榜头名？和前世秦明宗的名次可并不靠前。辛苦2位大哥了，这是给你们的一点小心意，请你们喝茶。多谢夫人。不知秦公子可在家？我家老爷在望江楼设下宴席，想邀请他前去一叙。望江楼可是徽州府最有名的那个酒楼。相公，报喜人来了，你高中了，快过来！我考中举人了。是，恭喜秦公子。相公，你是头榜头名，太厉害了。头榜头名。秦公子，这是我家老爷给您的请帖，我们还要去下一家报喜，就先告辞了。秦池，你们搞错了吧？我相公叫秦明松。秦明松？什么秦明松啊？秦池可是头榜头名，
这金榜上写的可是清清楚楚。夫君，你没有食言，你答应我会考得比秦明松好，让我面上有光。你做到了，那你答应我不会有事，会平安回来，也一定会做到的，对吗？二位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妹妹太激动搞错了，秦池是我夫君。恭喜夫人。我夫君此刻不在家中，等他回来，我会转达。那秦明松呢？秦明松是第几名？秦明松这榜上没这名字，他就是落榜了。落榜？不可能吧！不应该啊！你明明应该一路高升，顺利当上大官啊！够了，还不嫌丢人吗？我考不上，还不都是怪你啊！啊！头绑头没有什么用，秦世人已经死了。我怎么不知道我死了？我怎么不知道我死了？娘子，我回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食言，你一定会回来的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害娘子担心了。娘子要打要罚都可以，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好。秦池，你没死，你怎么会没死呢？你不该死在四月初九吗？闭嘴！堂兄，我看堂嫂似是疯癫了，但我相信你能管好她的。对了，希望堂兄能说到做到，不然我不介意帮你处理。走吧。这病样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吓人了？他怎么会没死呢？为什么明明该落榜的是他？为什么一切都不一样了？孩子妈，想到原本应该嫁给他的是你，后悔了。这一切是你自己算计来的，你活该！给我过来！相公消消气，就算姐姐再有什么不适，你也要注意身体，坏了身子，妾身会心疼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作践我？怎么不跟宋锦呢？他究竟有什么能耐？松郎，姐姐的模样好可怕，她不是中邪了吧？中邪？嗯，他一直胡言乱语，定是中邪了。妾身幼年曾见过人驱邪，只要将其绑起来，置于53克阳气最盛的日光下暴晒1个时辰，再用桃木枝抽打100下，便能将邪祟赶走。白翠薇，这个贱人，我让谁家敢这么对我？妾身自是不敢，可谁叫姐姐您中邪了呢？松郎说了，只要能驱邪，任由我处置。贱人，你敢这么对我，我一定弄死你！姐姐这么大声，会吵得松郎看书的。蠢货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害死我的孩子，我要你生，不如死！前世的记忆是真的吗？会不会只是一场梦？你昨晚偷偷出去，是和你不能透露的身份有关吗？有没有受伤？事情顺利解决了吗？你受伤了？这伤……娘子莫怕，位置凶险，但只是皮外伤，
这还要多亏娘子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呀，万幸的是你里面穿了一层皮甲，未曾伤到心脉，只是皮外伤而已。别看了。不哭了，笑一笑。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有你父亲的消息了。真的？我父亲他……父亲虽受了些苦，但性命无忧。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尽快救他出来的。到底是何人？又为何要如此害我们宋家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我也没有想到，宋家此番遭遇的无妄之灾，竟与我所谋之事也扯上了关系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你就明白了。你就是宋宽的女儿？像，这眉眼长得真像你爹，都长这么大了，真好。你莫非是我大伯？你知道我？怎么会？你爹怎么会向你提起我这个忤逆长辈，偷了药年，暗戳家门的凶宅？父亲从未跟我提起过，他只告诉我，我有一个大伯，早年自己出去闯荡后，便下落不明了。他居然不恨我！我当年明明对他说了那么难听的话呀！他这么多年的情绪需要发泄，让他说出来吧。是我连累了宋家，他们是冲我来的。我本是宋家长子，在制药一道上也比你爹强得多，可是父亲却选择让你爹继承家主之位。我恨父亲偏心，便与家人大吵一架，偷了药典，离家出走，发誓一定要闯出一番名堂来，让父亲后悔。于是我去了京城，我凭着制药的手艺进了宫中的生药库，并得到太医院院首的赏识，先帝的药材都由我负责，一时风光无限。多亏宋氏药典记录了许多珍稀药材的香客和毒性，我发现了先帝的药方有问题，我意识到自己卷入了可怕的宫廷阴谋中，于是连夜跑路。果然，在我逃跑的次日，便得知先帝驾崩、传位相亡的消息。没多久，给先帝治病的太医院院首全家被灭口。我心惊胆寒，只庆幸当年心高气傲，一心与家中断了关系，所以用的是买来的假身份。院首自知难逃一死，竟在临死前将他被逼迫给先帝下毒的证据和真正的传位诏书，经由门口的小乞丐交到了我手中。我像只阴沟里的老鼠，东躲西藏了18年。没想到我与宋家的关系还是暴露了。先帝，皇家，这都是我闯出的惊天大祸，害了宋家，还害了你和你爹啊！大伯，您折煞我。起来。大伯，害我宋家的人究竟是谁？害我宋家的人究竟是谁？自然是那弑父篡位的贼子。难怪我上一世怎么也查不到线索，难怪我小小宋家
竟能让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杨阁老出手。什么？我想过我的仇人会位高权重，却没想到竟会是皇帝。可即便如此，让我眼睁睁看着父亲去死，我也做不到。我知道，我会帮你。不，夫君，你刚刚高中阶元，未来会有大好前程。我不能连累你，我们。若我说，你我之间从来没有牵连一说的，我所谋之事，一直都是揭穿他弑父篡位的恶行，将那老贼从龙椅上拉下来。抱歉，只是为与你言明我的真实身份，也是怕牵连到你。你到底是？我本名齐安，父亲是宁王妃的兄长，曾经西北军的统帅。先帝本欲传位给宁王，苟皇帝弑父篡位后，害怕宁王在我父亲的帮助下起兵夺回皇位，于是勾结外敌，害死我父亲。秦树本是我父亲的心腹，他带着刚出生的我逃回秦家沟，说我是他在军中与人所生。之后我便以秦直的身份活了下来，直到8岁那年，秦叔旧伤复发，临终前把一切真相都告知了我。对不起，要是我当年能勇敢一点，在逃亡到西北军中时，将证据交给齐将军，或许齐将军就不会死。乖，先起来。这怎么能怪你啊？但你如今可愿勇敢一次，与我打进京师，讨回那公道？自然愿意。逃了这么多年，还是逃不过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大不了就是一死。天有道，自古邪不压正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夫君应该猜到了，我身上还有秘密。现在我决定告诉你，我知道这件事听着可能有些荒唐，我是重活一世之人。重活一世？怪不得你总给我一种未卜先知之感。那宋秀莫非也是？我猜猜，前世嫁给我的是他，我还在4月初9死了，而秦明松也考中了举人，当上了大官。夫君聪明，所以他重活一世就只想着换妻，这算什么？蠢人重活一世也没用。因为在他眼中，上一世他过得不好，是因为嫁了你，而我过得好，都是因为嫁给了秦明松。那娘子嫁给堂兄过得很幸福吗？这一世嫁给我，娘子会不会觉得很遗憾？你怎么什么醋都吃？难道看不出我对秦明松只有厌恶吗？他对你不好？也不算是吧，他只是为那外事守身如玉而已。好在我嫁他也只是为了避祸，对他也没有感情和期待。但7年无所出，还是让我担了不少骂名。为了那个白翠薇冷落你，秦明松当真是个眼瞎的。不过也幸好他眼瞎了。他若真心你，对你好的话，你又怎么会接受换妻？不吃醋啦？我怎么会吃他那种烂人的醋啊？你看老天都觉得你下错了人，让你重活一次。我倒觉得老天让我重活一世，是为了让我救你。前世你遇害，所以我不知道宋家的仇人是谁，不知道大伯还在世，也找不到一点关于父亲的线索。直到我去世，那人仍稳坐龙椅，宋家的冤屈永远无法昭雪。那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天生一对，命中注定就是要在一起？流星，我看到书上说对着流星许愿就能实现。
感谢老天爷让我重活一世。这一世我拥有了恩爱的丈夫，拥有了未出世的孩子，寻到了大伯，知道了仇人是谁，一切都在变好。所以我相信这一世我们一定会结局圆满。求老天爷保佑我们。松老，天色已晚，不如早些安寝吧。你可真是个小妖精啊！松老，轻一点嘛。怎么？松老，你怎么了？松老，你怎么了？滚出去！滚！一定是最近太累了，我才没感觉的。大夫，如何？年轻人还是要节制啊！你乱用虎狼之药，伤了根本了，已经不能人道了。贱人，你居然敢给我下药！你这个不知羞耻的荡妇！大夫，我还未有子嗣，你医术高超，求你救救我！你这种情况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打死你个贱人！肚子好痛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是我唯一的子嗣，苏秀毒妇！该死的贱人，竟然敢伤我！相公，贱人，我打死你！你这个毒妇，我要休了你！你又要休我？凭什么重活一世，我还是不如宋锦？凭什么你上一世对宋锦那么好？我让你休，去死吧！杀我！我错了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求你别杀我！了，去死吧！回来啦，宋秀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把那对奸夫淫妇给杀了。你疯了？我没疯，只要重活一世就好了。姐姐，我们一起死吧！我们一起死了，就可以重来一次了。娘子，受伤了？我没事，他身上不是我的血。他说他把秦明松和白翠微都杀了。什么？秦氏，应该嫁给你的是我，我才应该是你的妻子。我只是想把一切恢复而已。欢心不是你自己设计的。再说，你没嫁给过我吗？你也是重生的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上辈子对我那么冷淡，就对他叔叔为虎，温柔体贴？我哪里比不上他了？我不服！当然是因为你又蠢又恶毒，你哪来的自信跟我娘子比？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夫君，我拦住他做官。你刚刚就是这只手拿刀想杀我娘子。你做什么？我娘子善良，不与你记仇，但我比较记仇。
来人，把他给我送去报官，然后备车准备出发。娘子，我现在必须得出发了。我知道，秦明松是大伯独子，他死了，你身为家中唯一的男丁，必然要处理丧事，这会影响你的计划。知我者，娘子也。真的不能带我一同去吗？娘子，你知道的，我是假装上京，实则是去西北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留在这里更安全，我会更安心。好，我和孩子等你回来，平安回来。你不是北上去收药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外头乱了，西北边凭空冒出来一支起义军，一路打上京城了。那会打到这儿吗？要不要躲一躲？要不要去躲一躲啊？东家，哎呦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没事，你继续说。那支义军如今是什么情况？义军并非土匪叛军，他们打的是讨伐逆贼的名号。纪律严明，从不做烧杀抢掠之事，所以一路所向披靡。听说有不少深受苛政压迫的百姓，甚至会主动打开城门迎接他们。竟真是仁义之士。你说他们打的是讨伐逆贼的旗号，他们讨伐的逆贼是谁？当今圣上。这种话你也敢说？不要命了？母亲有所不知，那义军每攻下一座城，便会将的罪名广而告之。如今北方各城都已传遍了。小姐，这条说的莫非是咱们宋家的案子？夫君安否？你离开已3月有余，院中的海棠花开了，烟雨蒙蒙中如美人妖娆，可惜无法与你共赏。我摘了一朵簪在发间，盼君早归。盼君早归，盼君早归，盼君早归。夫君，自你走后，我便学会了以信寄托相思。虽然知道这些信无法寄出，但我还是想着记下你走后的点点滴滴，待你归来与你分享。不知不觉，竟已攒了这么多。锦儿，爹回来了。爹，是爹不好，让锦儿担心了。爹，你回来了，你真的回来了。爹，你能回来，是不是京中一切都……义军兵临城下，皇帝下罪己诏退位，将皇位还给宁王。新皇下旨，为宋家翻案，杨知府已经被抓起来了。那我夫君他……放心，他一切安好，只是怕你心中担忧我，所以第一时间让人快马加鞭送我先回来。他托我告诉你，待他帮新皇处理完善事宜后，便会风风光光来接你。这是他让我交给你的。竟是与我做了一样的事情。对了，宋秀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爹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教好他。他只比你小1岁，你本也没有教导包容他的义务。若真要说没有教导好，
那也是我这个父亲的过错。他如今还在大牢中，等待秋后问斩，爹可要去见见他。宋家出事后，你一心为我奔波，而他呢？他可曾惦念过我这个父亲，哪怕一次？所以不必去见了。既然他心中没有宋家，也没有我这个父亲，那为父也只当没有他这个女儿便是。走。爹，我爹不是被流放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不知道吗？宋家是被陷害了，新皇不仅亲自下旨为宋家翻了案，还封了宋老爷为伯呢。我爹回来，他不可能不管我的，怎么可能不来见我呢？爹！康阳伯早就放出话来，要与你断绝关系。哼，你不信也没用，反正你今天就要被砍头了。走。那位就是钟永王吗？竟这般年轻英俊，一表人才。若是能嫁给这般男子，哪怕是做妾，我也愿意。你别妄想了，钟永王与其夫人相识于微时，感情甚笃。京中无数贵人示好，想将女儿嫁给他，都被他拒绝了，说他此生有夫人足矣，绝不纳妾。不止如此啊，别人说他夫人只是个药商之女，身份低微，他转头就为夫人请封了一品诰命。天哪，钟永王王妃也太幸福了吧！王妃出来了。钟永王，王妃，一品诰命，怎么会这样？宋锦她怎么能当王妃？我不甘心，不甘心！重来一次，只要重来一次就好。这一切本该就是我的。娘子，我知道你看重婚书，所以让人重新制作了属于我们的婚书。娘子可愿与我永结白首，从此清风入边，明月在怀，诗书为伴，琴瑟和鸣。我愿意。